第一次去男朋友家认门，没想到他爸妈和奶奶那么热情，送我3块银元，你帮忙看看是真是假？你这3块是龙阳3剑客，大清造中北洋，笔面真假，我看完全没啥问题。毕竟是男朋友家里边的人送给你的，这咋可能会是假嘞？我刚开始也没想着会是假嘞，回到家之后，我闺蜜看了看，说人家银元不都是白的吗？我才恍然大悟。这个银子是白色的，但是银元放了时间长了带包浆很正常。你这3块这都是大老黑的包浆，一般大老黑包浆啊比普通银元要少，像我们普通人啊都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容易产生质疑很正常。况且这3块银元这状态还都不错啊。我闺蜜说这银元有问题是一，像我们女孩子找婆家应该找那种家境好嘞，说我男朋友家是农村的不行。哎呀，你别动不动就听恁闺蜜的，恁闺蜜有时候说的话也不一定正确。这个家是农村的咋了？这个家境对吧？好坏它是次要的，首先要找一个负责任的男朋友，其次啊，你还要看公婆是否明事理，然后才看家境。家境再好，对你不尊重，那结婚之后不是挺揪心吗？你说的也有理，我觉得爸妈脾气挺好嘞，就是他们家兄弟2个，我闺蜜说将来最容易闹矛盾了。这个俗话说得好啊，甘蔗没有两头甜。这个平时过日子啊，其实和吃甘蔗一样，凡事你不能求得太圆满。父母脾气好，将来你嫁过去之后肯定是不会受欺负。至于2兄弟将来闹矛盾这个事儿啊，这都是杞人忧天，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儿啊。反正我觉得我闺蜜说的挺有道理嘞，我在家也考虑了几天，想着先把这3块银元卖了，买点化妆品用用。那你这说话前后就有点矛盾了。你觉得闺蜜说话有道理，那就相当于认同她的意见了。既然认同她的意见，那无论这3块银元真假，你都不能随意变现，你最好抓紧时间还给那男朋友还回去。反正也值不了几个钱，我闺蜜说卖了换剪发也很正常，谁谈个男朋友不花点男方的钱？你看看这仨值不值600吧？你这思想，都被恁闺蜜给洗脑了，动不动就听恁闺蜜的，这不是什么好事。像你拿过来的是啥银元啊？是古董，并不是市面上那些废银子之类的。银子它是按克来算的，你按那个破烂价卖，对吧？这3个也就600左右。但是你这3块银元它都是全品，正儿八经的龙阳3剑客。你像我们资深玩人员了，这个必玩的币种就是这龙阳3剑客，也可以说是最畅销的银元。我就随便给你拿出来一块，给你点评一下吧，好吧？就说这个便宜的这个北洋龙，你拿过来的这一个，你看还不是普通的品相，它带来一个好版，凸金短尾，笔面龙鳞啊，你看这非常喜欢人，手摸上去有点硌手。就你这个状态，绝对可以达到 MS 级别。剩下的这个大清跟赵忠加在一起的价格，它就更美丽了。3块初步给你统计一下，可以卖个2万块钱。这3块银元能卖2万，这真是超乎我的预料了。听我男朋友说，他家里面还有很多嘞，那这嫁过去绝对是将来有钱花呀。那家里边有很多这种银元的话，那确实值钱。你想想，你第一次去就给了你2万多的见面礼，足以说明他家里边是不缺这种银元的。现在像你们这种年龄的年轻人啊，让你们出去挣2万块钱的话，恐怕得好长时间。我出来工作2年了，至今还是月光族。照你这么说了，照你这么估的话，那我也不能轻易相信我闺蜜说的话呀。那你肯定不能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那正所谓自己的事自己做决定，更何况你找婆家找男朋友，这事关你一辈子的幸福。别人的3言2语啊，你稍微的做一下参考就行了。银元因为是婆家人送的见面礼，我建议你也别买，想买啥化妆品自己挣钱买就行了。银元还拿回去好好的放着，愿意的话就放着，不愿意还还给人家，对不对？我觉得你说的对，那先谢谢你了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好，俺朋友家藏一块冤大头，上面说带个燕子不是值好几万吗？现在呢他3000块钱卖给我了，这是我想着我大赚一笔的。你还真别说，这个确实是燕子版，因为笔面带一些乱七八糟的包浆，不仔细看的话，还真是不好区分。既然价值好几万，现才3000卖给你，你不感觉事有蹊跷吗？这有啥蹊跷啊？俺朋友现在呢，他着急用钱。这便宜相当于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正好我也接他的急了。哎呀，你像平时的江湖救急啊，无所谓，但是价格错的多了就得警惕了。尤其是笔面包浆，你看这看起来怪怪的，笔面看起来啊，两面都露贼光，还有绿锈，总感觉太浮。看来你这完全对银元不太懂啊。
银元呢，我确实不懂哦，但是只要能挣到钱不就行了吗？那是。再说我都上网上查过价了，价值还中嘞现在。那价值是否可观啊，并不是用嘴说嘞，你这连真假首先都搞不明白，你还想从中赚钱会很难啊。再说了，银元无论什么版，它的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你能查到的价格，并不代表啊它就能卖到这个价格。我现在不想立马出手，我想在手里边再放个几十年再说。哦，说不定以后给儿给我换套房子呢。你想的确实很美好，但是谁也没法给你做保证。这银元呢，给你还拿回去，我只能祝你梦想成真。咦，你别急啊！本来我是想放个几十年嘞。这烟头做的没钱给俺朋友了，你看能卖几万。你这整的赚嘞另外把3000块钱我再给他。哎呀，你这是稳赚不赔啊！你拿别人的东西来卖，然后通过卖了钱之后再把本钱还给人家，看来你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人。没给那朋友钱，我就替你松口气。这块银元我看不对，可能你这个如意算盘要落空了。建议你啊，还是把银元嘞，还给那朋友，不要从中作梗了。啥意思？咋可能是家里嘞？自然朋友家。从家里边传下来的，过去的银元哪有假的？真正家传下来的银元确实没假货，而你这个燕子版肯定不是家传下来的，尤其是它这个燕子，你可能看来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经常研究这个版，它这个燕子造型啊，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燕子版啊本身争议就非常大，有人说是安吉，也有人说是朱雀，市场炒作的热度也非常高，所以造假的也比较多。通常造假都是拿一块普通的3件冤大头，然后再做一个燕子的造型，给加上去的。但是你这个燕子版太讲究了，连3件的冤大头这都不是一眼开门。刚才我说的漏贼光的意思啊，就是你这个银元壁面不开门，压力不够。因为冤大头啊，它是最基础的银元，我们经常上手，真假嘞还是一眼能够区分出来了。你看它的这个边齿非常软，压力整体都不够，包浆而且太浮，尤其是它上面的铝锈，这都是做旧上去的，典型的真银假币一枚吧？真银假币？对，这个不是燕子版的吗？对呀。你都说这个管值多少钱嘛？我管挣多少钱，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你别说挣钱了，3000块钱你这幸亏是没给那朋友，不然的话你这赔的稀里哗啦。真银假币啊，目前也就是一个银价而已，200块钱以内的样子吧。200？对，还以内？对。你这我估的是哪一出啊？家传下来怎么可能都卖2000嘞？你这不是胡扯的吗？我都跟你说半天了，你还是没听明白。这种银元啊，有可能是前几个月才生产的，哪来的假币是假赚来的？你这个朋友很明显是忽悠你了，市场价也就200左右。如果你想从中挣钱的话，你回去问问他50，看看他卖不卖给你，看他怎样回复你，一切就真相大白了。你没忽悠我吧？没有。这弄半天是假的啊！对，我还以为是真的嘞，就让我瞎高兴了。对你这没上当就已经够幸运的了，回去还还给他吧。中，老板。这一次分家直接分了100块带龙的银元，我这上网一查，价钱喜欢人啊，这一下子直接从草根升级成亿万富翁了。说实话，现在带龙的银元一块真不便宜，分家分100块，确实不是个小数目。来，我看看都是啥的。这一下子卖完，我还真没想好这个钱该怎么去花。如果你有实力的话，我准备先卖一块换点钱。你这哪是啥银元？这和我们粉币个头差不多，这是一角的镍币，上面确实带龙，但是很廉价。这不是应该是什么？在我们家里已经传5代人了。这一次分家，多亏我聪明呀。2间宅基地我都没有要。我只为了得到这100块老银元。是不是银元不带给你胡扯了？银元个头比他们大多了，你这是镍币一角，大小你可以看一下。再说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一角这个是溥仪在东北当傀儡的时候发行的，镍币容易磨损。你看这上面的字口图形，这都看不清楚了。明明看得很清楚，你可不能因为这一点小毛病挑毛病啊！没有，人家专家都说了，都给我价了。100万一个，少了可不行。100万一个，其实像你这天真的人啊，我每天都能遇到很多。价格先不讨论，就讨论你这么大个头的，大多数啊都是1角的、2角的。这个10个1角啊，在过去就像那种银毫，可以兑一个冤大头，因为过去是银本位，1角的银毫重量正好是冤大头的1/10。你这连银子都不是，在过去很多人都不认这个钱。
我不管过于认不认，只要现在有人认就行。这100个轻轻松松，我能卖1个亿，我就直接躺平了。哎呀，你这想的太简单了，哪有这么值钱的捏币？像我们普通人家里边啊，基本上都是常见的居多。你这一下子分家能分到100块，你想想，别人家里边也有很多这种捏币。如果真值100万一个的话，那应该是津巴布韦币，随便买个饭店，津巴布韦币都得几10万。你别给我开玩笑啊！没有开玩笑，我可是认真的。我知道1个亿的支票都给我准备好了，就等我带着这个老爷爷过去了。你过去，别人也不可能给你1个亿。我告诉你吧，这种捏币存世量很大。这种捏币啊，虽说在咱东北发行了，但它确实属于日本发行的币种。提到日元，你应该知道，稀烂便宜，量大，也就注定它卖不上价钱。无论我们玩什么币种啊，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品相差了根本就卖不上价。你这种材质本身就不值钱，它和那个铝价格差不多，做出来的钱币啊最容易变形了，你自己可以看清楚来。你拿过来了10个，这里边得有8个，这基本上都是模糊看不清楚了。这在我们币圈里边用流通痕迹很明显来形容。这个量大加上品相差，你就是值钱的币种，像这种情况你也卖不上价。另外，你像网上的专家，有很多都是忽悠人的，都是通过抬高价，向不懂行的虚报价格，借机来骗取客户的后续费用。你得适当的了解一下这里边的内幕。我了解啥呀？你也不用抹黑别人，还是来点实在的吧。就我这带楼的银元，你一个能给我多少钱吧？我看你这也不太相信我说的话。就你这种捏币的品相，我个人看，也就是几块钱一个的样子，因为它这存世量太多了。啥呀？几块钱一个？对，你的钱是黄金做的，恐怕也不行吧？你休想当我是小白啊！少100万，我还真是不想卖。卖不卖这是你的事儿，我该说的也都跟你说过了。无论这种捏币值多少钱啊，我建议你先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它的发行量，或者是比葫芦画瓢，先花点钱买几个和你这一模一样的捏币回来比较一下。比较一下，对，100万一个我哪买得起啊？我不跟你磨叽了，我去找其他专家拍卖去。好，行，给你这拿着吧。俺儿子准备在城里买房我平时这也没啥积蓄我就把家里的珍藏的宝贝拿出来兑现。你这3根宝贝，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2根是雪花银，另外一个这个是5两的长条，这咋锈迹斑斑的呀？那它上面是它的包浆，我妈传给我的时候就那样。另外2块银锭，我用20块银元给别人兑换了。20块银元换了2根银锭，你这操作有点让人摸不透啊。含银量确实是没啥问题，这重量怪得有1斤多。另外一块这个5两的长条也不像老假，你见过谁家的黄金会生锈了？这3样东西，你这幻想着要多少钱？要多少钱？那你看着给吧。但是我敢打保证，我这些东西都是最好的啊。就这2块银锭，比所有的银元的含银量都高。哎，你说这话确实没毛病。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你这些银锭的含银量不说100%了，99%以上这还是有的。可是银子很便宜啊。哎，我这个人吧也比较喜欢追求完美。20块老银元，第一我看着脏兮兮的难受，第二含银量也太低，所以直接给别人兑换2块银锭，这还多赚100颗银子嘞。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咱俩换，我多给你300颗、400颗，多给你1斤都没问题。因为银元本身啊，它都不能用雪花银，因为它在市面上流通，必须里边再加一层铜，省得来回磨损严重。你这2个银锭属于好看，但不实用。你这属于事后诸葛亮吧？我换都换了，再说你再给我多加1斤，我现在也给别人要不回来了。那是我这属于就事论事，你这种耍小聪明的行为不可取。因为那孩子要买房，你这拿出来要变现，我得把价格给你说清楚。现在银子非常便宜，你这2块的话，我拖着也就1斤多点，你就按6块钱1颗来估的话，也就3、4千块钱吧。哎，3、4千就3、4千吧。即使是银元的话，估计也卖不了几个件，因为银元含银量更低。你这种一味的只追求含银量，只能是自欺欺人。银元的含银量再低再不纯，他们也不按银价算。就以我们常见的袁大头为例，通货价1块1000一个，
20块就相当于2万了，不比你这30钱香吗？能卖2万，真的假的呀？我这都给别人都兑换了啊！你这样说有啥意思啊？幸好我还有一块金锭嘞。那算我多嘴了，但是你这个金锭我就看不上眼了，就仅凭外边这生的锈就不对头，因为这种黄金啊，自古以来它是不会氧化生锈的，所以我看不对。重量是对的呀，正好12两。哦，你就给我按500一颗，正好10万块钱。多了我也不要。说实话，10万块钱要的确实不多。如果这个长条是对的话，好歹也是过去民国5两的长条，虽然说品相一般，但是保存的还算完好。可是重量上这一关都过不去，你这2两才100克，而过去5两的长条，过去都是150多克，足足缺斤短1两。所以你这个长条既不是黄金，也不属于老假，也就分文不值。你别气骂人了啊！咱啥东西在你这里都变得不值钱了呀？没有。平时好歹我这个人也够聪明了呀。那是的，你聪明和你这些东西没关系，咱们也就是就事论事。本来你这20块银元啊可以救急用的，结果你嫌弃含银量不足，炼银子了。另外这个5两的长条的纯属于假的，所以暂时啊你也卖不掉。你该不会是看我急用钱诈唬我了吧？没有，我这好歹也是真金白银啊，正儿八经的硬通货。真金谈不上，白银确实是真的，价格大概就是刚才我给你估的那样。我也不跟你开玩笑，说真的，如果你这2个银砖啊还能找到兑换的那个人，抓紧时间给别人换回来，好歹儿子买房等着用钱了，能帮多少是多少，总比你这卖30千块钱强，你说嘞？那我说了也不管用啊。那算了，我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吧。好。俺老公都是个愣头青，打2000块钱搁工地门口收了个破烂玩意儿。你这个可不是啥破烂啊，这个发黑很有可能是他的包浆。2000块钱收来应该是捡个漏，这东西拖着还不轻嘞。一个大铁疙瘩要它有啥用啊？那个愣头青买东西从来都不计后果，他都不知道我挣钱有多难。你们这里边可能有误会。我看你这个还真不是啥铁疙瘩，铁疙瘩时间长了生铁锈，你这上面可不是铁锈啊！你看它的造型属于中间窄，2头宽，而且上面还有字儿，背面还有蜂窝，样子倒像是银挺，这拖着重量得有50两。得了吧，上一次他家里祖传下来一个碗，也不知道在哪认识一个专家，碗没卖掉，还花掉了我存了2万块钱。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恁老公上一次应该是遇到了骗局。现在网上有一些专家，你给他随便拍2张照片，他告诉你啊能值几十万。你想想那个碗，都家里边祖传下来了，肯定假不了。专家一报几十万，你说谁不心动？对，就像你说的这样，俺老公就像打鸡血似的，还跑到广州去，1毛钱也没有挣来。主要是恁老公太天真了，这事儿真不怪他，只怪网上那些专家太狡猾了。名义上是帮你估几十万的价，背地里却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很多人不懂，上当也很正常。你想想，就一个家传的东西，不是金也不是银，咋可能值几十万嘞？他想的都是太天真了，就中午买菜的功夫，在工地门口看见挖出来了，就让给买回来了。我说句实话啊，你拿过来的这个东西还真不是挖出来的，因为过去的银挺含银量较高，如果一直在地下的话，包浆不可能是这个样子。这种黑的只能说明它与什么化学物质反应了，才变成这个样子。你看吧，一个人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能相信俺老公那个臭嘴。我等会儿回去要跪搓的板。你别误会，这银挺可不是从地下拿出来的，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假的呀。首先材质，它绝对不是铁，铁的话，第一个锈不对，锈不会生成这个样子，所以绝不是铁。而且这个铁的比重也不会有这么重。通过以上2点，直接把铁给排除了。我这手里边你看有一个吸铁石，咱们吸一下，你看这吸铁石根本都吸不上，所以说它这个材质不是铁。通过这2点我就说明你不会赔钱。从造型上看像银挺，银挺造型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已经距今好多年了。字口上面标注了有它的重量，你看上面写了50两。所以这个重量和实物是吻合的，而且这种带字口的银挺在过去是属于官银，官银留下来的并不多，所以就有一定的古董属性。再说句不好听的你2000块钱买回来一块官银，
这绝对是捡大漏啊！你即使现在去卖破烂，你轻轻松松也能卖个1万多。你可别忽悠，俺老公他啥都不懂，2000块钱买回来还能赚钱，我不信。赚少了还不行嘞，就你这个银锭的状态啊，卖破烂是不可能的。就以同等重量的银锭为例吧，我个人看啊，也能卖个6、7万，这也算是保守估计了。你这保守我也不像你当，我可不是俺老公傻到我给你钱。你这理解有问题啊！你这卖东西的咋会给别人钱了？你老公之所以上当，完全是因为他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加上他啥都不懂，别人让他出鉴定费、拍卖费，他就出钱，肯定对吧？你有多少钱也不够给他们了。而你这个直接变现换钱就行了，其他的都不用考虑。那也算了吧，我拿东西走吧。我这没卖掉，摆回来我再早给你钱。哎呀，你这太谨慎了，我都没说给你要钱，没事，你拿回去吧，你再找其他人干吧。俺家祖传4代人的银元。这整整8000块，你看能给多少万？这个数量确实是不少，但是我看这都是20文的铜板啊，这可不是啥银元。如果有8000块的话，这也不少卖钱啊。你刚才说这不是银元？对，是不是光线不好？这老银元老包浆。光线很好，确实是老包浆。基本上你这都是属于铝坑生锈包浆，反正就是锈比较大。一般这种铜板啊，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就是放的时候受潮了。我看得很清楚，大小这都是清一色的20文铜板。我给你再纠正一下，这不是铜板，俺爷说的这都是银元。虽然说你是专家，这一点我再给你纠正清楚。那爷爷当时说的时候，你可能没听清楚。铜板在过去被称为铜元和银元啊一字之差，但是价格差异很大，因为它们的材质啊很明显不一样，一个是银，一个是铜，从这个颜色上就非常好区分。俺爷说银元里边含那个铜，时间长了生铝锈太正常了，这些铝锈就这样来的。你不能动不动就是恁爷说，恁爷是吧？他懂的，他不一定就是对的。虽然说你这些铜板铝锈比较厚，但是壁面的颜色，这还是能看清楚的。这很明显，这就是铜的。咱俩不讨论这个问题了。这银元是30年前我分家分的，那时候俺家是万元户，俺哥分出1万块钱，我就分8000块这个。说实话，90年代时候啊，万元户那时候的1万块钱，它的购买力还是很强大的，而且那时候铜板都没有价格，基本上那时候铜板，也都是随铜的价格。你那时候选1万块钱的话，要比这个铜板强多了。咱俩想的正好相反。搁那1万块钱买摩托买电视，几个月都白光了。我这银元一直放到现在，准备养老嘞。我这挺佩服你的想法的。虽然说铜板现在卖不了几个钱，但是你这8000多的数量，我想全部变现的话，也足够你开销好几年了。你这老板啥意思？动不动都说我的银元是铜板，你痛快点给我个价吧。你这确实不是银元，如果是银元的话，我都不给你乱报了。首先啊，银元它必须得是银的。银子它是白的，时间长了虽然说会生铝锈，但底板啊它不是啥的。而你这一堆啊，很明显这都是清一色的铜的。再说银元个头比你这个大，你这一看就是20文的铜板。20文的铜板比中元小一点，薄一点。首先它们的购买力区别很大，在过去比市面上1000文铜板才能兑换1块冤大头，也就是说50个你这种啊才能兑换1块冤大头。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1斤铜换7000银子，就是按斤称的。但是现在的银元比较贵，而这种铜板量比较大，价格一直没涨上去，相对来说非常便宜。加上你这种20文的没有价格优势，那是因为过去的20文和现在的2角银行一样，在市面上就是大家就是经常用的钱，所以品相来说流通的时间长比较长，然后品相各方面都不太好，加上龙旗比例啊明显不行。民国双旗比龙板多，所以按斤你这些状态而言，现在市场价大概7块钱一个。7块钱一个，你别胡扯了。银那一颗现在都10来块了，你给的价格太低了吧？我看从开始到现在，咱俩都不在一个频道上。我说这是铜板，你非得说是银元。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真是银元的话，你这8000个的话，还真不少卖，就是卖破烂也得卖个几十万。
你终于说实话了，我本来都打算买破烂的，我想买个几十万养老的，你给我7块钱一个，这够干啥的呀？铜板市场也就是7块钱一个，你主要是你搞不清楚材质，这个一味的咬定是银元，你这是属于放了30年也没发现这个问题啊！我建议你啊，随便拿几个，你多去实体店打听行情，先学会研究，认识究竟是银元还是铜板，对吧？到时候再卖。我谁也不问，俺家里边传下来的，我说啥他说啥。那好吧，那你再找其他人买吧，这东西我要不了。俺这个朋友啊，真是大方。10年前借我2000块钱没还，现在发家致富了，送给我20块当百的大钱。当百的大钱，随便拿一个可不便宜，一下子送你20个，绝对是大手笔。来，我看看啥来。平常啊，提起来钱到没还，气得我咬牙切齿。这一下给我20块当百，我这心里面啊，高兴的脾气急了。你不要高兴的太早，我看你这20块，这都是天宝当百啊，典型的日本大钱，这在咱们这里平时并不常见啊。不常见就对了，常见的才不可能值钱吧？没想到我这个朋友发达了，竟然还不忘提携我一把。提携谈不上嘛，你刚才不是说他欠你2000块钱吗？咱说句不好听的，这最多算是抵账。20块如果都是这个状态的话，可以称得上是美品了。但是像这种日本大钱啊，品相即使再好，玩的人不多，价格它也上不来。这咋可能是日本钱呢？这上面明明写的是汉字，连一个日语都没有，你这鉴定不是搞笑的吧？上面写的确实是汉字，但是它的生产使用地确实是日本本土。现在你见到了呀，这些都是从日本那边买回来，然后入了盒子，再到我们个人手里边来。你说的这没有依据。网上专家说这是我们国内生产的。一个给我开到3万，20个整整是60万。60万。怪不得刚才你说那朋友发达了，再提携你。原来网上专家一下子给你报价3万，这价格是谁听了也开心啊！咱不说价格的事儿，就单说你认识网上这个专家，像这种天宝当百，他连哪个国家的货币都分不清楚，那他这个价格是咋估出来的呀？他说品相好啊，像这种品相的当百现在市面上已经非常难找了。我是怕亏了，所以我来找你估价。我估了价，恐怕你也想不中。10年前借你2000，这说实话，品相虽然说刚刚的，这20个一下子卖完，恐怕连你这个本钱都不够啊。你别胡扯了，我这北上的动车票都买好了，就差我带着东西过去了。我们说好了，你说交钱，你说交货。这给你60万的话，你肯定也不吃亏。像这种大钱啊，它流行于银元之前。首先，它的配比，和我们常见的当百一样，铜锡铅混合做出来的。因为铜锡铅啊，这种材质本身就很便宜，所以像这种大钱只能在本国国内流通。如果你想对外的话，那必须得用金银了。所以这种材质的大钱啊，比较局限。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发行量比较大。就拿你这些为例吧，你看你一下子拿出来20块，品相好是其一，你看几乎是没什么流通痕迹。如果放到我们这里这个咸丰当百身上，就这个品相确实能上万，好版上几万的都有可能。咸丰在位才10来年，而这种天宝当百整整发行了20多年。日本本身就小，一下子又发行了那么多，从它这个品相上来看，你都知道它这个使用率不大。最重要的一点，就像这种日本钱啊，在咱国内玩家比较小众，所以没有太多玩家，存世量又大，也就支撑不起来行情。市场价现在像你这种品相，给你按100一个。啥？100一个？对。你的意思是这20个才2000块钱？那相当于我朋友刚好用这个给我抵账。对呀，这个听价格勉强抵你那2000块钱的账。你这个朋友我感觉也很不地道。10年前借了你2000块钱，2000按理说也不多，他不还账本身已经疏离了，结果弄20个天宝当百抵账，你现在卖的话100%赔钱啊。赔钱倒是不至于吧？人家都开价3万一个了，这价格不会差那么多吧？那只能说给你估3万的价有问题，要么我估的有问题，反正俺俩估的价得有一个人有问题。建议你啊，再找其他人看看，大家说能值多少钱，最终才是它的市场价。哎，算了，跟你聊啊，就是浪费时间啊！我还是找我的专家去吧，你还给我吧。哎，没事，你找专家之前，我再奉献你一句三思而后行，别被别人骗了鉴定费就行。我吃个屁啊！我60万了，没想到发财竟然这么容易啊！
逛一趟国安街，竟然让我捡一个好品相的赵总，竟然还有一大号的赵总一辆。呀，这哪是大号的赵总一辆啊？你这个单从正面看的话和赵总一样，你反过来的话，这区别还是很大的。这个是户部种质一辆样币，不管它是啥币，现在到我手了，那就成了个如虎添翼，2000买的，我至少这快卖到200万。你这个种质一辆如果是真币的话，确实能上100万之多。但是你这个品相状态确实是原光币，而且还带环彩，这个物以稀为贵啊。本身这种样币它的存世量就少，所以好品相的价值很高。我看你这连名字都喊不上来，何来2000块钱能捡大漏啊？不是我吹牛嘞啊！我去那家锅儿店嘞，那个锅儿店有100年的老字号了。那一天正好是一个小青年给那看店，我一看，他长得迷迷糊糊，呆呆板板的，所以说2000块钱的还价都没有还价啊！我买着那个大号种币，大号赵总，原来这个种质一辆就这样买回来了。有一个问题你没有搞明白，人家老板怎么可能对自己卖的银元不知道价格呢？他还是不知道，因为他爸是老板，那一天刚好没有在家，交给他儿子看店呢，我才捡个漏。人家经常说青出于蓝胜于蓝。既然他爹都把剑交给他看了，这足以说明这个年轻人啊，还是有2把刷子的。无户无圈子嘛，玩银元嘞，可不能按年龄大小，对吧？来看人家。我还真的有点看不起他。就这块伸手，给我出2个出子头。我还有一次20万嘞。谁知道2000。我扶上看牛头的就看我走了。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尤其是买银元。首先呢，学会看真假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另外，这个价格也很有讲究，你不能说你对银元不懂，就单听这个价格便宜就认为它是真东西啊。我真就是真银元了。我已经在网上找好了买家。对方给我开200万的天价。我这买车买房，那梦想不都规划好了梦想？有梦想是好事，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人家那200万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既然今天你给我拿回来了，我就跟你简单的说道。首先，这个户部种质一辆啊是属于样币，并不像你说的是赵种一辆，这个从名字上有差别。既然是样币啊，它就没有发行过，它这个存世量是非常少的。既然古玩店里有啊，一般都会把它当作镇店之宝。毕竟我们个人开店的，几百万一块的银元不存在说让你一个不懂行的去捡漏，最起码来个市场价也很正常。你分的有道理，分析的有道理，反正我是捡漏了，怕卖亏了，所以说我来找你估价。那200万肯定是不亏，毕竟这个是你2000来的，怎么说这里边也有100倍的利润了。按理说你这多少钱来了有多少利润，我并不羡慕，能挣多少钱那是你自己的本事，但是这个真假你得给别人把好关，别等到最后你给人家一块假银元就不行了。首先啊，你看他这个包浆，刚才我说了是属于环彩，环彩确实稀少，但是你这个环彩这一看这都是做上去的，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笔面压力咱就不过多的讨论了，咱就看他这个边尺啊，一块银元再造假，他这个边尺造不了假，从头到尾你看没有任何变化，所以说我看你这个银元不行，反倒是银子没啥问题，这一看就是含银量杠杠的，这真假啊，这瞬间都打脸了。你这鉴定结果不影响我发财的路，只要那位朋友，王老板给我出200万，没有问题就行了。你找买家的话，你最好还是把眼睛擦亮，别遇到那些网上乱七八糟的专家，等你把东西拿到之后，再跟你要一些鉴定费之类的，说实话就搞笑了。你说的问题，都不存在。不存在。现在是有钱的人，他们手里有钱，他买不到真东西。关键是他们买不到我这个好东西。那行吧，那既然咱也没啥可交流了，那在这里都祝你梦想成真吧。给。好的，感谢那个沙屋的老板呢，不然我也不会捡大漏啊。